在强调绩效、爱拼才会赢的现代社会，即便只是在当下放空，都会让我们心生罪恶和不安全感。我们总是要求自己必须一定要做点什么，但从来没有想过不做什么的可能性。在这样压力大到想吐的生活里，我们又能持续多久呢？今天就带大家了解荷兰人不一样的活法。嘿，大家好，我是小云。你是否听过 Nixon 这个词呢？它就是荷兰人引以为傲的生活哲学。Nixon 的概念就是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的生活态度。它是一种慢式哲学。当你工作疲惫时，你可以转移视线；当你躺在床上睡不着时，你可以起来为自己泡杯茶。Nixon 是不冥想、不买精油、不点香氛蜡烛，不需要任何成本，也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你想，随时随地都可以 Nixon， 放下一切，为生活留白。荷兰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有很多人来到荷兰旅游、工作或留学后就喜欢上这个国家，甚至有许多人希望能长居在这里。我就是其中一个真实的例子。这里的生活除了宁静之外，荷兰的社会福利制度更是各国参考的典范之一。当然，这也渐渐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模式。那荷兰人究竟是如何在生活和工作取得平衡呢？在上一期影片我说过，荷兰的社会福利体系相当完善，这里的核心理念是让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平等的待遇。这些社会福利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残疾人士补贴、育儿津贴和教育等等。荷兰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给人民提供有效的保障，也满足社会平等的需求。也因为有了这些高福利制，使得 Nixon 哲学可以在生活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荷兰父母除了可以获得育儿津贴之外，小孩从出生到中学毕业都可以享有免费的教育。此外，这里的小孩还有免费的交通福利，这包括火车、巴士和地铁，甚至在18岁以后还可以申请租房补贴等等。小孩在受到良好教育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父母的育儿成本，也减轻了父母的生活压力。此外，荷兰母亲还享有至少16周的有薪产假，就连父亲都有1周的带薪陪产假。而自2022年8月1日起，在小孩出生的首年，父母2人都可以享有总长9周的带薪育儿假期，期间2人都可以领有70%的薪资。除了这固定9周的带薪育儿假期必须在小孩1岁前用完之外，父母在小孩8岁之前都可以随意安排剩余的育儿假期。凭借这样出色的育儿政策，荷兰也被认为是孩童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荷兰的工作文化也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根据最新统计数据，荷兰居民每年平均工时是1500小时或更少，这还不包括法定的节日和假日哦。说起来，荷兰人民每天平均上班6小时，这样听起来荷兰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天堂，对吧？这里全职工作者每周工作大概36至40小时，而每周工作低于35小时的员工将会被定义为兼职。荷兰政府规定每年至少20天的带薪假期，而且这还是最低的标准，但大部分的企业都给超过20天的带薪假期，有些甚至给高达40天的带薪假期哦。此外，荷兰政府还规定公司每年必须按时支付员工度假金，这度假金是按照员工年薪的8%来计算，而且这些假期也并不包括病假或护理假期哦。如果你有小孩或家人生病了需要你来照料，荷兰政府明文规定员工享有短期的带薪护理假期，这方面就和亚洲的工作文化有很大的差异。荷兰人民认为适当的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请假是必须的，度假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荷兰的工作文化对于女性来说是相当友善，
这里大部分的母亲都选择每周只工作8至32小时。在荷兰，就算你是兼职员工，也可以享受全职员工应有的福利，只是按工时打折罢了。不过，你们仍然可以获得永久合约。对于很多妈妈来说，这样的工作制度相当具有弹性，他们尽可能不错过孩子的成长阶段，同时可以工作赚钱和保持与社会的连接。但这个制度也不完美，它也伴随了优点和缺点。优点就是你可以把家庭、小孩、工作照顾好，而其缺点就是即使是在荷兰，职业女性还是会碰到职业天花板的问题。这主要原因是荷兰职业女性往往会在生完小孩之后自动选择从全职转成兼职。在 CBS 官方统计，荷兰大约只有30%的女性是全职，而全职男性占有70%，这就产生男女职业发展失衡的问题。所以你往往会在荷兰职场看到高管职位男性居多。在这里你会发现，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忙碌也不是理所当然。疫情后的荷兰职场也变得非常不一样，越来越多企业提倡员工居家工作，这也让员工感受到自由的空间和公司的信任。荷兰人民希望可以自由掌握自己的生活，而荷兰生活哲学 Nixon 就是提倡纯粹的放空或做一些不带目的性的事情，它也被视为是减压的其中一个管道。不过 Nixon 真正的用意并不是要我们过度无所事事，完全躺平和摆烂是不切实际的，它是要我们记得在空档时给自己安排一个真正的休息时间，什么都不做就是一个完全的 me time。 你别以为什么都不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许多人而言，这件事情并没有字面上来的容易，尤其对于习惯每天过得忙忙碌碌的人来说，突然间什么都不做，反而让他们无法适应。据报道，在2020年，荷兰就有30万退休人士选择继续工作。当然啦，每个制度、每个文化、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不拼命工作，没钱养老；太拼命工作，有可能用不着养老。人生就是这样，无论怎么选，都会有遗憾。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选择，而是必须去适应时代的改变。有许多人认为荷兰人很懒，每天就只工作4到6小时，这是天大的误会呀！荷兰平均工时之所以这么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民选择兼职。据统计，大概有450万荷兰人从事兼职工作。你若问荷兰人为什么选择兼职而不选择全职呢？这时荷兰人就会习惯性的打起文化牌 culture card， 他会告诉你，这是我们所习惯的，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兼职在荷兰就是一种工作文化。如果你对荷兰生活和工作感兴趣，但又不知该如何申请，也不知该从哪里开始，你可以参考我这一支有关于荷兰工作签证的视频。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